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2月31号。首先呢，祝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今天是周日啊，咱们按照惯例呢聊两个新闻之后进入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都可以贴在留言区，付费会员的问题还是会优先的回答。今天聊的两个新闻呢，一个是就是财新网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财新网屡屡冲塔。终于激怒了习近平。目前呢，这个财新网的创办人胡舒立的微博被清空，看起来呢是遇到了大麻烦。第二个新闻就是朝鲜共产党在12月30号的时候举行了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会。那么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出席这个会议的朝鲜领袖金正恩表明说两韩呢为敌对和交战中的两国关系，永远无法统一。朝韩关系不再是同一民族关系，这个呢就让朝鲜半岛的紧张程序，紧张的这个关系呢再度升级。朝鲜半岛是不是会爆发冲突？咱们一会儿呢也分析一下，为什么金正恩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做这样的一个表态啊？那么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咱们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啊。这个从圣诞节之前呢，到这个1月3号，就是在双节期间呢，蓝莓优品有一个优惠活动啊，到1月3号0点的时候结束。蓝莓优品用心甄选了10多种适合于馈赠亲友的产品哈，并且问厂家要到了最优惠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商品啊，这个折扣呢非常之大比如说像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2瓶套装的话，总量是200毫升，价值是400多，活动期间呢只要288。单瓶装100毫升的精华液，价值是200多，活动期间呢只要150，价格比雅诗兰黛的官网和这个雅米网、Amazon 和 Sephora 都要便宜100多，而且绝对是雅诗兰黛的正品。那么再一个就是德国的德莫罗拉抗皱面膜，套装呢是5折，原价180，现价呢变成了90块钱。还有这个韩国 K Garden 有机植物酵素护肤5件套。额外赠送3盒 K Garden 面膜，总价值340，现价呢是188。雪花秀套装是52折然后满200呢还送这个价值18块钱的定制礼品袋。这次活动的商品呢，这个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就是一旦卖完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哈，所以说还想要的朋友就赶快去点击描述栏的这个链接哈，然后就可以购买了。OK，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财新网发出了一篇文章，叫做《2023终有一别》，内容是2023年过世的中外各领域人物。财新网呢给这些过世的人配上照片，并且附上相关的报道或者是附文的链接。在网友提供的这个网页快照显示说，文章中悼念的第一个人啊，第一个大照片就是李克强。第二个呢是基辛格，中间还有一些人，有的是配了小照片，有的是没有照片。此外，这个配大照片的人物还有江平、蒋彦勇、高耀杰和朱令等等。这个呢又算是财新网在指桑骂槐。第一个就是李克强嘛，李克强是要走改开路线哈，然后呢一直被习近平严厉的压制，以至于李克强在临下台之前喊出了人在做天在看，似乎是警告习近平哈，这个上面还有上天在看着啊，不要太狂妄。随后呢，李克强突然死亡。李克强死亡的过程呢，非常的蹊跷。虽然我不太相信说习近平下令毒死了李克强啊，这种阴谋论我是不太相信。但是呢，李克强退休的待遇肯定跟一般的常委不一样，不如一般的常委，就以至于保健出了问题啊。然后呢，在这个出了问题之后，在抢救的过程中也似乎未尽全力。所以这个李克强在这儿呢，等于是又给习近平上眼药了。第二个死的人是基辛格第二个挂这个大照片的是基辛格。这个呢，就有一种幸灾乐祸之嫌基辛格是为了习近平这个拼了老命了他100岁高龄还要去一趟中国，结果呢，回国没多久就死了。基辛格的死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从1972年美国向中国徐徐的打开了大门，到现在大门徐徐的关闭，这肯定是让习近平非常堵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等于是他的一个所谓在美国的老朋友现在也不在了。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叫江平的这个人呢，这个是一直在倡导中国应该建设法治国家，所以他去世之后呢，被很多人悼念。再往下就是蒋彦勇蒋彦勇因为要求平反6·4和揭露SARS真相，一直被中共严密的监视和看管。再往下，这个高耀杰呢是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的医生，后来被迫晚年的时候流亡到美国。再往下就是朱令朱令是在江泽民时代被这个他的同事的室友下毒然后呢，这个由于江泽民用他的权势去压制
这个朱令一家啊，导致他们无法伸张正义啊，最后含冤而死。所以呢，就是说这里边的人除了基辛格之外，个个都是敏感人物。那基辛格呢，就是说虽然不是敏感人物，但是他死了之后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哈。反正习近平看到每张照片都会感到非常的不快。值得注意的就是大纪元记者在12月30日晚上10点的时候查看，发现胡舒立的微博被清空了，原因不明。而海外的社交媒体上最近有不少关于胡舒立情况不妙的传闻啊，包括这个国安部去找胡舒立谈话啊，就找他喝茶。但是这个事儿只是在网上传闻哈，就是没有人能够证实。实际上那个胡舒立的情况感觉确实是不太妙。财新网哈最近频频出招哈，就是冲塔呀，去发表一些挑战中共当局的动作。11月6号的时候，就是在前总理李克强遗体火化后的第4天，财新周刊呢发了一篇社论，叫做改革急需新突破。其中呢不点名的引用了李克强的一句名言，就是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批评一些官员对改革开放阳奉阴违，对市场干预过多，而且说呢这个民间的观感和当年预期之间存在一定的温差啊。实际上在19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还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习近平曾经一度就是高举改革的大旗啊，但是呢后来等到这个习近平第3任期之后，甚至第2任期之后呢，这个后期中国已经完全好像是在重走这种文革的路线了。所以这个财新网这个报道就是悼念李克强，那实际上的话就是在指责习近平就是完全没有达到民间对改革开放的预期。然后到12月25号，就是毛泽东冥诞的前一天，财新周刊呢又发表了一个题为叫做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啊，这个里边就引用邓小平的言论，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还引用习近平的话说，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当然虽然引用了习近平的话，但实际上等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就是等于是在指责习近平是没有现实感的，就是现在搞什么雄安新区啊，什么搞北京交易所呀，这个搞这个很多习近平这个搞出来的这种烂尾工程是吧？就是指习近平他的这个政策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最后误党误国了。结果呢，这个到了第2天，财新网这个文章呢也被删除。我们都知道这个胡舒立啊，他是跟王岐山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哈。当然具体有没有什么暧昧关系咱们不知道啊，但是确实是关系很好，肯定的。当年的王岐山也是在80年代的时候算是一个相当有担当，而且头脑非常开放的这么一个人啊，也是非常支持改革的。你想任志强是吧？就是非常支持改革开放，而且王岐山是因为跟任志强理念非常的相近啊，而且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他们两个才能够成为好朋友嘛。那胡舒立发的文章呢，其实也就是为改开呐喊。那么他背后是不是有王岐山的因素呢？是不是王岐山指使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极小极小啊，因为王岐山已经现在日薄西山了啊，他这已经躺平了，就等着能够安全退休，这个安全入土啊，对他来说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而且王岐山的亲朋旧部纷纷被抓啊，像什么大秘董洪啊，像他以前这个海航的这个旧部陈峰啊，像他自己的侄儿这个外甥什么之类都被国安找去谈话等等，所以实际上王岐山已经有点自身难保，更不可能再通过这个胡舒立啊替他去发声啊，替他去冲塔。你想任志强被判了18年，这个王岐山是无可奈何。如果王岐山保不住任志强的话，那王岐山肯定也保不住胡舒立嘛。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胡舒立如果他知道没有人能够保得住他，他为什么要冲塔啊？他这种冲塔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呢，还是为了王岐山鸣冤叫屈呢？我们不得而知哈。但是从胡舒立微博被删，他肯定是遇到了麻烦。我猜测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就是由于习近平看胡舒立不顺眼啊，或者蔡奇看胡舒立不顺眼，他们就想接管财新网。那么接管财新网之后呢，财新网相当于是胡舒立的亲生儿子嘛。他一手创办的，而且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媒体，他不希望这个财新网最后又变成像南方周末一样啊，这个像新京报一样变成了习近平的喉舌。所以呢，这个胡舒立干脆就拼个鱼死网破，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啊！就我宁可叫一声啊，然后呢被干掉了，我也不愿意沉默着，然后就把这个管理权交出来。这点胡舒立就没有马云厉害，是吧？马云的话是把支付宝完全交给了国家啊，交给了党。这个现在财新网这个胡舒立呢就不想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呢，我觉得胡舒立屡屡冲塔，可能就是想让当局干脆把财新网关掉算了。
如果他真的这么打算的话，我觉得当局不会关闭财新网，而是会对财新网来一场大的整肃啊，然后把胡舒立从这个编辑部里边剔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儿哈，反正咱们再观察吧。那么今天想聊的第二个新闻呢，就是这个北韩和南韩的关系啊，按照金正恩的说法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就在12月31号的时候呢，这个朝鲜这边的话，它是每年都举行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全会的。那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呢，这个朝鲜就举行了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会。然后在这个闭幕式上呢，这个金正恩就做了一个发言啊，他其中提到说，两韩为敌对和交战中的两国关系永远无法统一，朝韩关系不再是同一个民族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啊。过去这个南北韩呢都以统一为目标，只是说到底谁统一谁呢？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当然也不可能解决哈。但是呢，双方还都觉得有统一的可能。但现在看起来，金正恩呢已经准备放弃统一了。当然，放弃统一的话，并不意味着说金正恩认可现状，认为这个南北韩是两个国家，然后呢正常建交。恰恰相反，金正恩呢认为北韩和南韩之间是敌对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一种交战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具有敌对国家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理论上来讲，我们知道1953年韩战结束是吧？但是呢，其实韩战并没有真正结束，当时只是签订了一个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所以现在只是停火啊，停火了70多年了。这个金正恩呢说，两韩已对祖国统一的看法截然不同。劳动党回顾长久以来的朝韩关系后，发现双方永远也无法实现统一。我不知道金正恩回顾历史到底是回顾了多久的历史啊？其实如果你要看一看这个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除了朝鲜半岛整个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之外啊，比如说像明朝和清朝这个时期，其他很多时候确实是，如果南北韩是自外于中国，就是说中国不是他的宗主国的时候，他确实是长期处在分裂的状态。你像隋唐时期，当时这个朝鲜半岛有点像《三国演义》啊，北面是高丽，南面是百济和新罗，互相之间也是不断的发生战争的。那么金正恩呢说，现在呢这个南北韩之间是敌对国家，说韩国呢声称朝鲜为主要的敌人，然后呢这个韩国又不断的和外部势力勾结，一味的寻求使平壤政权崩溃的机会。这个他是胡说八道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南韩从来都没有想去颠覆北韩政权，南韩更多的其实是希望维持北韩的政权。然后呢，这个就是当年这个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啊，包括文在寅呢，就是非常亲北韩呢，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南北韩之间和平相处啊，并没有真的说指望这个北韩的崩溃。然后呢，这个当时南韩也是不断的给北韩想办法输血啊，就阳光政策嘛，就给北韩很多的好处。那现在呢，这个金正恩却罔顾过去南韩的这种援助和情谊啊，就是指责南韩一直在寻求平壤政权崩溃的机会。然后呢，金正恩说，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啊，将韩国再视为和解与统一的对象。金正恩强调说，战争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现实具体啊，应该秉持一贯的强对强、正面对抗的原则啊，就硬刚了，采取高压及进攻性的政策。而且呢，金正恩表示说，今年将继续扩大核武器生产规模啊，然后呢还要再发射3颗军事侦察卫星。我觉得金正恩做这种表态确实是有点异乎寻常哈，但是我又不认为说金正恩真的会主动进攻南韩。大家知道前2天就是星期4的时候，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呢在京畿道连川郡对前线的部队进行年终视察的时候说，如果一旦遭到北韩攻击的话，军方要立即做出报复，然后再报告。就等于是把报复的权限下放给了前线的军人，就只要你们一挨打啊，你不用跟我们商量，直接打回去。说要立即粉碎敌人的挑衅欲望。所以金正恩呢，我觉得他也看到了这个尹锡悦如此之强硬哈，干脆呢他也就有点私下伪装了啊，我也不骗你了啊，既然你也这个把我当成敌人的话，那我也就把你也当成敌人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呢，就是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强硬的表态呢，就是因为受了刺激了啊，受了这个南韩的刺激了。但是呢，我相信金正恩也知道，如果主动挑衅的话，就是在找死。所以我觉得更大的可能就是金正恩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啊，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或者是跟习近平要钱。我感觉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也没钱了啊，所以对外援助可能相应的这个就是规模也在减小。
这样的话给金正恩的钱自然也会少。所以北韩现在穷到很多地方是关闭驻外领馆，就是已经穷到连这个驻外领馆都维持不住的程度了。那我觉得金正恩现在没钱怎么办呢？就是从他爷爷开始啊，到他爹，到他自己啊，3代都是一样，哭哭啼啼啊，哭哭闹闹的话就会有钱啊，就会有钱花，这是屡试不爽的招数啊。所以我觉得金正恩做出这样的表态，很可能是想跟习近平继续要钱了。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2个新闻哈，因为到了年终嘛，大家都在放假，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发生。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马来西亚的姚先生哈，这个发音我不太能够发得好，通过这个 PayPal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另外呢，提醒大家，这个新竹的演讲呢，在1月16号举行。我在明年就是1月3号的时候呢，就离开纽约了啊，我中间会在日本会站一下啊，然后的话会到台湾，然后呢，在台湾就是整个大选期间的话，都会官选。在我离开期间呢，我们这个频道还尽量的维持更新啊，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的话，我会在旅馆呢，我会做节目啊，有可能是视频，有可能是音频啊，做节目。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也无所谓，不一定非得要看到我这张脸啊，因为我这张脸也没啥好看的，反正就是主要大家听内容吧。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做视频啊；如果不方便的话，可能就会用音频做一些这个新闻的点评。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在飞机上或者是在旅途中没有办法做节目的话呢，我会把这个我们给会员做的那个中华文明史前面那个7集啊，会放出来啊，就是放在我们这个频道播出啊，给大家看一下。另外就是1月5号呢，我们会做这个台湾大选特别节目的最后一集啊，这是讲外国政要如何看台湾选举的啊，到时候的话也会放在这个频道上播出。好了，那么今天呢，就这个关于新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进入这个会员互动的时间。今天时间不会很长啊，因为那边也在过年，然后我这边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工作需要做，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回答几个问题啊。OK，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第一位朋友问的是张教授你好，关于5月天被中共威胁要他们承认一个中国，国台办出来说是子虚乌有，而侯友宜要民进党拿出证据。台湾某些特定媒体人还谴责路透社没有做好查证。关于这个事情，张教授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个其实你问五月天就知道了。如果中共没有威胁的话，五月天他们就会说没有啊，没这回事儿。如果中共威胁他们的话呢，五月天大概率来讲的话是会这个保持沉默的啊。就是所以如果他们没说没有这事儿，我认为80%-90%都是有的。国台办的话是不能信的啊，国台办的是中共那边，他们当然否认了，他们当然否认去介入台湾的大选。至于说国民党这边的话，那他们觉得如果中共越介入选举的话，那对于国民党就越不利啊，因为国民党比较亲共嘛，所以说他们就也要把这个事儿往外推啊，所以他们说这个民进党要求民进党拿出证据，这事跟民进党没关系哈，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呢，你问民进党是没有用的啊，你需要问的是这个五月天是吧？五月天只要不说，这事儿基本来说就是真的了。OK， 下面一位朋友问这个张教授好，您说台湾应该去共匪化，不应该去中国化。您给的理由是日本、韩国吸收了中国文化，所以日韩目前没有太多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团体和政党。但日本和韩国从来不认为他们的文化来自中国，而且他们的文化是独特的，和中国台湾的文化都不一样。其实台湾历史上从来不属于中国，台湾文化和中国文化也不一样。台湾目前就是在等待共匪灭亡后改国号为台湾共和国，修改国旗、国徽和国歌。您觉得明年大选之后到赖清德上台之前这段时间内，小英会赦免阿扁总统吗？这是问了2个问题哈。关于这个去中共化和去中国化这个问题，我16号在这个新竹的演讲会具体的去讲这个事情哈，大概我会讲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就是讲一讲这个中国的文化，它的哲学和这个文化之美。然后呢，就提一提中共对这个中国文化的破坏哈。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哈，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德国人叫洪堡特，他讲过一句话叫做“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它独特的世界观”。这个你只要使用的是汉语或者是汉字的话，其实你已经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了。当然，洪堡特就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爱斯基摩人形容雪，我忘记他是有几10个词啊，去形容雪花啊，就是什么样的雪，因为在他们的那个生活环境中，
各种各样的雪对于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不同种类的雪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他们就有不同的语言去形容雪。而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比如说甚至热带地区的人，他们雪就是雪，对吧？他们没有那么多区别。每一个语言的背后，它都有它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大家知道，这个在这个教芭蕾舞的时候哈，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芭蕾舞的词汇的话，都是用法文教。就是你如果学芭蕾舞的话，很多词汇都是法文，就是它不用那个词汇的话，它好像就不能够去承载芭蕾舞背后的那个文化一样。所以其实呢，这个我们日常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这种汉字啊，我们使用的这种方块字，它整个从这个字形到造字，到这个字背后的内涵，它都和中国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使用这样的文字，你就不可能去摆脱这个文化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日文中、韩文中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他们，真正来讲，就是说他们还是认可这个中国文化的。新一代的年轻人的话不太清楚哈，但是整个当时的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包括这个南洋地区的一些国家，包括像越南，在这个上个世纪以前的话呢，他们都是使用汉字的。韩国大家知道，在这个甲午战争之前，它就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然后呢，这个像日本啊，就是以前的话，像什么遣唐使啊什么之类的，就它有很多的这个汉字。它的现在日文中还是有很多汉字嘛，就现在你到日本去，你还能够，就是能够，你要看那个书写文字的话，还有很多能够猜得出来的什么意思，对吧？然后像这个，原来的越南，之前在法国占领越南之前的话，他们也是使用汉字的。所以其实呢，整个这个亚洲地区都是属于一个大儒家文化圈啊，包括新加坡现在还在讲汉语，对吧？所以呢，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现实。至于说台湾历史上是不是曾经归属于中国什么什么之类的哈，这事儿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难讲了。因为你得看你追溯到什么时候的历史啊。如果你要说清代的话，那从当时施琅攻占台湾之后的话，那台湾就实际上在领土上它是归属于大清的。如果它不归属于大清的话，甲午战争以后马关条约也不会割让台湾。就如果它不是清朝的话，清朝也不可能割让它嘛，对吧？如果你要承认马关条约本身的话，实际上也就承认当时清朝对台湾的这种管辖权嘛。所以再之后的话，再到这个日据时期到1945年啊，然后的话这个日本撤出，那之后这个台湾是不是归中华民国？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有争议的哈，这个我也不想卷入这样的争议。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哈，你只要是使用汉字，其实你不可能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化，而且中国文化跟这个西方文化之间有很多的互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我听了很多关于这个西方哲学方面的东西，像这个海德格尔啊，像这个西方的这个就是在20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些哲学家啊，包括其实在启蒙时代之后的那些哲学家像康德呀，像黑格尔啊，就是你在看他们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讲的东西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很简单，他们用了非常大的篇幅和非常复杂的语言讲的那个东西的话，实质的东西你看一看，其实就是中国道家或者是禅宗的东西，非常非常像，只不过是说他们用他们那种就是复杂的逻辑推理去导出他们的结论。在中国人看来的话，就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叫 spell out the obvious 啊 ，spell out the obvious， 就是说一个非常明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的话是需要经过很长很长的那个逻辑推理的过程去论证的。就像是这个，你像这个，德国的那个黑格尔，他是被认为是古典哲学的一个巅峰嘛，就是不可超越的一个巅峰。他讲的那些东西啊，像什么正反合呀，像什么绝对精神呐，你仔细看的话，你感觉好像就在说太极。这个详细的情况，我在1月16号去这个台湾新竹演讲的时候，我会提这个事情哈，我会讲一下，就是说我对于很多，就是这个一些这个西方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和中国哲学之间的这种比较，你会发现中国的哲学非常的简洁，非常简洁，非常直接，非常优美啊，就不像西方，他就讲了很多东西，像Max Weber 是吧？他讲了很多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如果翻译成这个就他讲什么工具理性啊、价值理性啊，就这些东西，你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了解中国哲学的话，你发现就是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一个哲学家他们的那种就是提出来的那种
貌似非常高深的理论。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文化其实确实非常深，而且它和这个西方文化之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互补的作用。我现在不在这儿讲了哈，就到时候我会在这个新竹演讲的时候会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个演讲的内容在我们这个频道放出来哈，就讲一讲这个东西方哲学的一些比较。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哲学确实非常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字也非常的美啊，就中国的这种四声，它的这种音韵节奏啊，它跟西方非常的不一样。中国这种汉字的二维结构和西方这种一维的线性结构非常的不一样。就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之所以想讲说台湾文化跟中国文化不一样哈，就当然肯定是不一样了。你保留你本土的文化，当然也没什么问题啊。就像是非洲有些国家，就是非洲有些部落的话，他也愿意保留他的原始文化。但是真正哈，我觉得一个文化好与不好，在我看来，这个不是为了那个 offensive 啊，please，就是我不是为了冒犯大家哈，其实我是想说，一个文化好与不好，其实得看这个文化它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哪个文化其实更容易让人去回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或者是重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海德格尔讲的那个存在哈，什么存在是一切存在能够存在的存在，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个在使用这个语言的时候的话，他觉得他在表述他要表达的那个观点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语言。如果他真的有中国这样的语言的话，他可能会发现，其实表述这样的东西就是表述于形而上的东西。所谓形而上的话，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形而上，就表现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其实中国的语言非常善于表达这种形而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语言文字非常适合于去重新构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生在世，这个他有一个目标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其实是能够更容易帮助你实现这样的人生意义啊。这个事儿我还是等到这个新竹演讲的时候再具体的讲这个问题啊。反正总而言之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啊。当然现在可能很多人他认为不值得珍惜，是因为他真的还对这个文化不了解，他还没有看懂这个文化。西方的文化从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从启蒙时代以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整个这种社会和人都在异化，这个事情我们将来有时间再慢慢的去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也不复杂，就是你要讲起来，把它讲明白的话非常复杂，但实质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啊。实际上就是在中世纪，就是这个它是在文艺复兴算是一个划线嘛，就是文艺复兴之后的话，中世纪就算结束了嘛。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后，过去的那个中世纪，它两大权威啊，一个是上帝的权威，还有一个就是世俗国王的权威。但是国王的权威其实也来自于上帝的权威，君权神授嘛，对吧？但是随着在文艺复兴之后，人类所谓理性的复苏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是人越来越把自己自外于信仰之外啊，好像是要站在信仰之外去观察，这就是整个这个文化开始偏移的开始。然后的话，就经过这个启蒙时代啊，就那些人，最开始还有一些人还是不错的啊，像洛克呀、孟德斯鸠啊，有一些人就很成问题了，像这个卢梭呀，就是当时有一些那个就是理性主义者的话是非常成问题。到了20世纪的话更是这样啊，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像海德格尔还算好一点，萨特就很糟糕。这个事情我们将来这个有时间可能会慢慢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哈。But anyway，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在去中国化之前哈，假如说你真的是想觉得中国文化不好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你还是先了解一下再做决定哈，就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啊。至于说这个明年大选之前，蔡英文是不是会赦免阿扁啊？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啊。在台湾的这个政治生态很复杂，不太理解啊。这个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啊。希望这一次我到台湾去观选的时候，能够对台湾有进一步的了解。OK， 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天亮教授，您说，中共是用恐怖与谎言统治，那有没有可能中共通过杀鸡儆猴的方式统治，比如河南抗议事件或白纸革命等等，直接开坦克或请军队开枪扫射，并用新闻播出，警告全国人民敢出来抗议，屡劝不听，下场就是如此，这样应该就没有人敢抗议了吧？哪个国家我忘了，好像是非洲还是南方，就有军政府直接开枪扫射人民，他们政府也不掩盖的啊，反正人民没有枪。这种方式可行吗？我觉得，现在中共根本就不用走到那一步。现在中共用武警完全可以镇压了。
关键的问题是中共现在他还有一点装哈，就是装什么呢？就是还要假装那个对外开放，就是所以呢，就是他如果走到那一步的话，会一下子面临国际社会制裁，然后中国的经济会一下子陷入休克，陷入休克之后的话，那老百姓如果生活都出问题的话，这可不像当年的这个在这个3年大饥荒时期，那个时候老百姓至少我觉得第一，老百姓那时候很老实，也当时就是等于是国共内战呐，之前这个抗日战争啊什么之类的，老百姓是一直吃苦吃了好多年，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大家吃苦的话，大家还觉得，反正之前也吃苦嘛，对吧？现在比那时候苦一点，就再忍一忍吧。再加上这个中共呢，当时还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理想主义哈，就是说这个为了建设人间天堂，我们先吃一点苦啊，将来就好了，就类似于这样。反正总而言之，就那时候人民还是忍下来了。现在的这个人已经完全是拜金呐，然后这个享乐主义盛行啊，所以如果你要让他没饭吃的话，老百姓真的会造反的。这就是老子讲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是吧？所以，如果中共真的开枪镇压的话，马上就会引来国际社会全面的制裁，会比89那次制裁还要严厉。然后的话，中共就被迫的闭关锁国，然后经济就崩溃。崩溃之后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人民抗议，经济危机就开始演变成为社会危机，演变成为政治危机。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因素啊，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去往那一步走。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这个政权不这么做马上就崩溃，他这么做的话，可能还能拖个几个月。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个时候的话，他可能会用坦克或者是军队直接开枪。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我觉得还不到那个时候啊，没有糟糕到那个时候。OK，下面一位朋友问天老师好，请教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常将您的节目及推荐的媒体艺术团、神韵艺术团是吧，分享给台湾蓝营的朋友，不少人提出负面的反馈。有位近期常去大陆旅游的朋友说，各旅游景点人有很多人，也没看到疫情严重的状况，感觉中国仍然繁荣，并认为很多海外媒体就是扒粪者，唯恐天下不乱。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也有贫民及动乱，但那些媒体专报中共黑暗面，好的事物都不报。并说您和其他推荐的网络大 V 及相关媒体艺术团都是受美国中情局与绿营联合资助的大外宣，意图削弱中国，制造两岸紧张，以便从中获利。想请教您的回复。这个问题不尖锐哈，其实长期以来这个一直有人在指责我们，这个不是说指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给我们造谣说我们拿了这个中情局的钱呢，拿了这个是那个台湾的什么钱呢？其实我们1分钱都没有拿到过，从台湾呢，或者是从中情局啊。不光是我们了哈，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艺术团什么之类的，都没有从任何的政府或者是这个政府相关的机构里边，就是拿到任何的资助。其实这种事情哈，你如果真拿钱的话是瞒不住的啊！你真有拿钱的话，中共他肯定是能够发现，然后会拿这个来大做文章的。其实美国哈，大家知道那个美国有一个就是叫 National Democracy Endowment 是吧？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它所资助的人非常有限，就那么几个。之前是资助了那个什么吴宏达呀，可能还有一部分人钱给魏京生啊，几乎就是说他们花钱非常小心，他们资助的这些人。这个他们知道法轮功是中共最大的敌人，所以说他们从来不会敢去来资助法轮功的。美国的中情局就更不可能资助我们了哈。这个中情局，这个它是一个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你是一个美国国内的团体，它支持你干什么，对吧？这个美国中情局的话，它跟美国国内的团体之间的话，它是对外的，它是对外的情报搜集和反间谍的，它怎么会去资助一个国内的团体？它也没有这样的功能啊，它没有这样的职能啊。绿营的话也不会支援，你知道这个其实台湾不管是蓝绿啊，都怕共产党，怕得要命。当然这个国民党那边的话呢，有一批人不是全部哈，有一批人的话，他怕的这个方式是跪倒投降。那这个民进党的话，他怕的方式的话，他是我离着你远点，越远越好，我恨不得就独立，我离你远点，是这种感觉。他们都不会去主动去得罪共产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东西哈，就是，你要是知道谁给钱了，你跟我说一声，我问问他能不能给我点钱，是吧？好不好？是吧？1分钱都没有拿到过的，1分钱都没拿到过。大家知道这个2006年吧，就当时就我们现在那个跟我们一块办大学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教务长，
就是 Dr. Peter 李，他当年是帮助中国大陆开发那些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结果后来被那个中共雇人在他亚特兰大的家里边把他给打了一顿嘛。当时他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然后人家就他就问那是谁干什么来的？那人说是来送水的，他说我没有 order 水。他把门打开的时候，那2个人好像是有韩国口音的，那个就是讲的那种英语，然后拿着枪，他一开门就拿着枪指着他，完了之后就进他家里边把他打了一顿，鼻青脸肿的，你到那个网上都能找到他当年遇袭的那个照片。然后的话把他那个胶带把他嘴给封起来，完了以后那个就把他所有的东西，他们家值钱的东西一样都没有拿，他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样都没有拿走的就是他们家的硬盘，就是李渊用的那个硬盘。这个李渊当年是普林斯顿毕业的，他的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叫崔奇嘛，这人特别聪明，然后他当时就搞了很多那种就是绕过中国网络封锁的技术啊，所以后来这个中共就把他硬盘都给抢走了。然后呢，这个当时美国国会就举行了一个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我记得好像是有 Frank Wolf， 就是当时我那个选区的国会议员，还有一个是 Dana Rohrabacher， 那个人是这个加州的一个国会议员，这2个人都是，我觉得这2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人权状况非常在意，然后他们当时就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当时李渊还去了啊，他们当时还说李渊是美国的英雄什么的，然后呢，国会就通过了一个bill， 就是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话就是支持中国的互联网自由。2006年的时候，当时是国会决定每年拨款1500万美元，好像是1500万美元还是7000万美元，我忘记了，反正是要挺大一笔钱。说这笔钱的话呢，用于这个帮助中国网络自由，突破网络封锁。这笔钱的话，其实当时唯一 qualified 的哈，就是唯一有资格拿到这笔钱就是法轮功。为啥呢？因为从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所有的中国大陆那些翻墙的软件，免费的第一批全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所以我们是 proven record， 就是我们是有这个可以证明的这种就是记录啊，确实是开发过技术这样的技术，而且是成功的，而且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帮助非常大，改变了很多人对中共的看法。然后当时国会这笔钱就下来之后的话，拨到国务院。国务院好像是给了劳工部还是给什么地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当时国务院呢就是死死的扣住这笔钱，不往下发。为什么不往下发呢？因为国务院也知道，就如果发给法轮功的话，虽然法轮功是唯一的这个 qualified 的这个团体哈，但是他知道如果发给法轮功的话，那中共就炸了啊，就感觉好像恨不得就相当于中国跟美国就开战了那种感觉。所以最后法轮功是1分钱都没有拿到。其实当时如果他们把这笔钱给我们法轮功的话，也不是给了法轮功，而是给了法轮功那些技术团队，是我干活你付钱这样的一种雇佣关系，我是你的 contractor， 对吧？就是我也不是无缘无故拿你的钱，是我有这个技术，然后呢你是花钱买我的技术，你是花钱买我的这个专利，你是花钱买我的团队，我来做这个事儿，是我干活你付钱的这种雇佣关系，不是白给的。即使这样，美国政府也是最后1分钱都没敢给。后来这个事儿到了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 Hillary Clinton 当那个国务卿的时候，又有一次要推动这个网络技术、网络自由，结果在中共的那种游说、强力干预之下的话，最后还是1分钱都没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你就会知道了，就是说连我干活你挣钱，你花钱买我的技术你都不肯买，你都不肯花这笔钱的话，你怎么可能免费给我钱呢？对吧？其实我跟大家讲，那些我们做的办大学也好啊，办这个艺术团也好啊，我们非常苦的。我曾经在我这个频道里边讲过，我们办飞天大学，我们大概也就是用了别人1%的钱就把这个大学办起来了。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少的钱？因为其他别的地方他办这个大学也好，他都是走市场的那条路，也就是说他是花钱雇教授、建校舍，然后呢这个打广告招生，他们都是走这条路，非常花钱的。我们都是为了理想来的，我们哪怕一开始没工资，我们也在这儿干的。我在2009年的时候到飞天来当老师，那时候还是客座，相当于 adjunct professor 嘛。当时那个从那个最开始是给飞天艺术学院开那个 AP 课程，就是那个 advanced program， 就相当于高中学生开大学课。然后后来到2010年、2011年的时候，飞天办大学的时候的话，开大学课程。那个时候我在就是 DC 附近住，在华盛顿 DC 附近住啊。然后我是每个礼拜五下午开6个小时的车，礼拜六到这儿来讲
上午2堂课，下午2堂课，讲完之后的话，再开车回 DC，一个礼拜往返1000公里，每个礼拜往返1000公里，1分钱都不拿的。我连油钱都是自己出，住宿问题全都自己解决。我可能就是中午在食堂吃顿饭而已，但其他别的就我们当时那些人来做这个事儿的话，都是为了理想，都是为了理想去做这个事儿，就是为了一个 cause。这个按照这个 Max Weber 的话来讲的话，这就叫做价值理性啊，就是你看见我们是赔了很多钱啊，就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 cost benefit 就是我们的成本收益是根本不成正比的，花了很多成本，但是没什么收益，对吧？我也不挣钱。但是从为一个理想做事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你花多少钱我都觉得值得。当时神韵艺术团最开始推出那些那个演出，然后在社会上没有那么多人认识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自己请了假，从公司请了假，然后出去贴 poster， 就是在外边贴海报啊，发传单呐，然后那个当时在 Costco 那个卖票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当时都是这样，全都是免费的，而且都是用自己的年假，用自己的假期去，全都是免费的。中间需要什么，需要电视，那我们就花钱买，自己花钱买。我们那时候办电视台的时候需要摄像机，我们就自己花钱买，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做的这些事情的话，都是靠一种信念去推动的。这才是中共最怕的。中共以为说我断了你的粮道，我就想方设法那个不让你这个有钱，你们就不干了是吧？我们没有钱我们也干，我们这个办那些媒体啊，我们拉一些广告出来啊，然后这个中共就给那些广告商家，在大剧院上做广告的商家一个一个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要在大剧院上做广告啊，就希望大剧院能够断了大剧院的这个收入来源。那大剧院作为一个报纸，它登广告收费的话，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是吧？那做广告的话，中共就要这样干涉。那怎么办？我们大家没钱，如果这个广告钱拿不足够的话，就大家凑钱呗。反正我们都是有在这个社会上有工作的人啊，你1000，他2000，他5000，就反正就凑钱去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拿任何一个机构的钱，所以我们才能够没有任何干扰的说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我们要拿了钱的话，中共只要把那个金主一收买，马上就说啊，你不能再说这个，说这个我们就不给你钱了，那你就不敢说了吗？我记得我当年曾经在一个媒体上啊，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其实是美国政府出钱办的一个媒体，给他们做评论，做一次的话，他们给一些报酬吧。然后呢，当时他们有人就跟我说你在我们这个上面做评论的时候呢，有些话题你就是说要注意啊，就是说这个话题不能讲到什么程度，那个话题不能讲到什么程度。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幸好我没拿你的钱，如果我是你的雇员的话，如果我是你的 employee 的话哈，那你说这话我就得听了。但我不是你的雇员，我就要说我这个话，你觉得我说的话有价值，你觉得我讲的东西有这个它的知识性，或者说有它的这个受众群，能够帮助你们这个媒体扩大影响，那你就采访我。如果你要是觉得不行的话，那你就不要采访我。我反正我得说我自己要说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恰恰是因为我们能够说自己要说的，不拿别人的钱，我们才能够说自己要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我觉得我非常理直气壮的跟大家讲啊，1分钱都没有拿过哈，没有拿过任何人1分钱。当然，如果你是说啊，请我做节目完了之后你给我报酬，那是你出钱我干活是吧？那你给我钱是应该的对吧？从来我没有免费的拿过任何人的钱。OK，下面一位朋友问，另外想再请问，如果2024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会不会采取孤立主义，不再援助乌克兰、以色列，甚至于对台海问题也保持一种与我无关的态度？这个其实也是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讲的这个事情哈。川普很多美国的极右翼他们都是主张孤立主义的，但是我觉得川普如果真的当总统之后，他做决定就不再是他现在自己想什么说什么。因为他一旦当总统之后做决定，他一定是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总统，他每天早上都要和各个部的部长开会，和这个军方开会，就是他要听取各种各样的简报，各种各样的这个情报。比如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啊，那个他的主席就要给总统简报啊，或者国防部什么或者情报部门给总统简报，中情局给总统简报，然后呢，比如说教育部或者什么国务院给总统简报。每天早上都要给总统做一个汇报，就是发生了什么大事，然后发生一个事件之后的话呢，如何要处理。那个总统他虽然有决定权，但他不能随便决定。
总统他都会去问啊，比如说这个中情局有一个报告啊，说发生什么什么事儿，总统肯定问这个事情影响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案啊，你们提出方案，每个方案的利弊是什么，大家讨论完了之后，总统挑一个。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想象中美国总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他其实是受制于很多他的官僚的啊，就是底下人跟他讲的建议，他从中挑一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即使川普本人想抱这样一种孤立主义的态度，说不再援助乌克兰或者是以色列，但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做不到的啊，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再往下，张教授可以请您发表一下最近这几天发生的河南商丘中学生惨死、万人抗议当局戒严封高速事，这咱们前2天说过了啊，咱们前2天说了一下这个事儿了。中共不是维稳很厉害，怎么这次中共没有开坦克镇压？那这个跟之前的那个问题一样的啊，还不到时候，还用不到这个这么激烈的程度。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吧。张教授新年快乐啊！谢谢啊，大家新年快乐。台湾目前执政党民进党造就的经济成绩非常亮眼，不止财政税收创新高，8年共还债9000亿台币，这么明显的成绩单，但是最新民调还是微幅领先，台湾选民不该看不见才对，是不是？共产党的背后做了什么手脚，是怎么操作的？这个事儿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做的这个台湾大选的那个特别节目。其中提到一些关于中共对台湾的媒体渗透的事情，还提到了这个中共的这种对台湾的信息战的问题。台湾其实我觉得那个媒体生态非常不健康，这个蓝营的人的话看蓝营的媒体，不看绿营的啊，绿营的话看绿营的，不看蓝营的。其实人必须得兼听则明嘛，就是两边都看，然后呢两边都听，自己做判断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如果你只听一个方面的声音的话，就进入信息茧房了。关键我觉得就是说，台湾民进党的这些经济成绩的话，蓝营如果不报 ，TikTok 上又没有的话，那这个很多人，大概可能得有60%的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因为这个年轻人受这个 TikTok 像这种就是社交媒体的影响很深，在这个 Line 上啊，在这个 TikTok 呀，在这个脸书上啊，他们就活在这个 Instagram， 他们在活在这个世界里边。那个世界的话，中共渗透的非常厉害，要搞信息战。那个世界里边，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他也不看其他别的媒体，你就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这个蓝营的这些人呢，他们也不看绿营的媒体，所以呢，你在这个绿营的报纸上报也是没有用，他们也看不到。所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这个就得台湾人从小受教育的时候的话，学校教育就得告诉他们这种兼听则明的道理哈，否则的话，他们受骗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我们做那几期，我做那几期的那个就是关于台湾的大选的这个特别节目，其实非常有深度，而且相当系统，讲这个中共是不是会武统台湾呢？然后中共对这个台湾的统战策略，它整个中共统战部架构的设计，然后对台湾的这种渗透的策略，然后呢对台湾的这种信息战。台湾的这种经济真相是什么样的？就提到刚才您说的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哈，然后提到过这个台湾这个如何拓展外交空间的问题，谈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权和法治的现状有多么的糟糕，这些问题我觉得台湾人都得了解之后，才能够在大选投票的时候做出一个 informed decision 啊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就是说你在你充分了解信息的情况下，自己做出一个选择。如果你只看一方面的话，那就很难做出选择嘛，就是你等于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嘛。OK，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了哈，那就是差不多时间了。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哈，今天是1月1号，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已经是新年了哈，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如果您要是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竞权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